这小子上了法庭还敢这么嚣张，对着受害者家属就是一顿嘲讽和挖苦。然而他打死也不会想到，原本就要无罪释放的他，就因为这番操作，喜提了50年刑期。点个赞支持一波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发生在美国的一件奇案——少年莱特抢劫杀人事件。2016年10月4日，乔恩像往常一样遛着狗去散步。然而平常都格外乖巧的狗，那天却像发了疯一样，他一路带着乔恩跑到了一个草堆后面。就在这里，乔恩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只见一个男人静静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而他的背后挨着心脏的地方有一处明显的枪伤，鲜红的血早已经染透了他的单衣和附近的地面。乔恩下意识唤了他几声，但丝毫没有反应，伸出手摸了摸，发现男人的身体早已经凉透了。乔恩意识到大事不妙，当下哆嗦着掏出手机报了警。随后警察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侦查，发现死者是一位男性，20多岁，死因是心脏中枪加上失血过多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早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死者生前并没有与人打斗过的痕迹，而且在他死后，他身上的手机、钱包都不见了。更离谱的是，就连他的鞋子也被人扒掉了。因此警方初步判断，这应该是一起抢劫杀人案。就在警方在为死者身份纠结之际，附近的居民一眼就叫出来了死者的名字——乔丹·克里。在邻居们的口中，乔丹·克里是个挺规矩的孩子，很少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因此仇杀的可能性并不大。警方很快就联系到了死者的家属，了解情况，得知儿子死讯的母亲悲痛欲绝，他们恳求警方能赶快抓到杀害儿子的凶手。对于警察来说，这件案子其实并不难办，因为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案发地点周边覆盖的有多个监控。通过调取监控录像，很快他们就确定了3位嫌疑人。这孩子叫莱特，还不到18岁。警方在抓他的时候，他还躲在家里玩游戏。警察实在是想不通，这看上去年纪轻轻的一个孩子，怎么会有胆子开枪杀人？而接下来莱特的回答却让警察不寒而栗。他开枪杀人的目的，居然只是为了一件运动衣和一双球鞋。为了一双球鞋就敢开枪杀人，自由美利坚的名号可谓是名副其实。面对警方手上确凿的证据，莱特压根没有做出任何抵抗，就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犯罪过程。那天，莱特正像往常一样，和2个朋友格雷斯、艾利森一起在街上晃悠。正当3人感觉到无事可干的时候，突然穿着一身运动服和球鞋的乔丹·克里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。看着乔丹·克里身上8成新的运动服，3人可耻地心动了。反正闲来无事，不如抢球衣和球鞋穿。3人一合计，就偷偷地跟在乔丹·克里的身后。就当乔丹·克里准备回家的时候，3人中的莱特拿出了枪，朝着乔丹·克里的背后开了1枪。看着乔丹·克里倒下之后没了动静，3人偷偷来到乔丹·克里旁边，赶忙将乔丹·克里身上的衣服、鞋子扒了下来，随后顺手将乔丹·克里丢到了草堆后面。3人就逃之夭夭了。当邻居乔恩发现乔丹·克里死亡之后，3人早就跑得没影了。警察听完莱特的供述之后，只想一锤头砸碎这个人面兽心的小畜生。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在他眼里居然还不如一件衣服值钱。凶手被抓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乔丹·克里家中。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接下来死者的妈妈居然选择了和解。乔丹·克里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因为父亲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。乔丹·克里的母亲含辛茹苦将儿子养大，不过好在乔丹·克里一直都很让母亲放心。从小到大，乔丹·克里都很优秀。乔丹·克里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去密歇根大学上学，然而这一切都随着那一声枪响永远消失了。看着孩子冰冷的尸体，乔丹·克里的母亲早已经心如死灰。那他为什么还会选择原谅凶手呢？原来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，他知道不管再怎么惩罚眼前的这个凶手，即便是把他枪毙了一命换一命，
他死去的儿子也永远不可能活过来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个杀害儿子的凶手还是个未成年，他也还有着无限的未来。因此，这个母亲选择以德报怨，她最后的仇恨都化成了没有力量的诅咒，在庭审现场托付邻居给宣读了出来。I hope that every time you wish for your mother, she doesn't come for a visit. But more than anything, because we and I am nothing like you, I don't wish or hope any of that upon you. 你能相信吗？这就是一个母亲对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的诅咒。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，如果原告和被告双方于庭下达成了和解，法官是不会再过问两者之间的恩怨的。然而接下来莱特的一个举动，却直接葬送掉了自己本该无罪的结局。这小子居然当着法官的面嘲讽受害者家属，他全程笑嘻嘻地听着对方宣读和解书，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为了一件衣服枪杀一个大活人，这种事在他眼里是那么的理所当然。陈述的最后，乔丹·克里的母亲表示：“我希望你失去生孩子的能力，因为你剥夺了我的孩子生存下去的权利。”面对乔丹·克里母亲的一番陈述和控诉，莱特还是笑嘻嘻、摇头晃脑地看着他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看着对面莱特依旧笑嘻嘻、毫无悔意的样子，乔丹·克里的家人感到心寒。而到了莱特陈述时，他却一脸轻松地表示：“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就在这时，隐忍了老半天的法官再也看不下去了。尽管在法理上来说，受害者双方早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，他本没有义务再过多干涉，但眼前这个没有良心的小畜生，属实是不应该接受任何善意的优待。”此时，法官大卫·斯沃茨开口了，他向莱特表示，自己从业23年来以来，从来没拒绝过被害者和罪犯之间的和解协议。他本想给莱特一次机会，但是自己看到莱特在法庭之上摇头微笑，毫无悔改之意。如果放过莱特，自己实在是不能面对自己身上的这身法袍。因此，他果断驳回了双方的和解协议，宣布这起案件将会进入到陪审团审判环节。如果莱特谋杀罪名成立，莱特将会终身都会在监狱度过，而自己坐在这里的意义就是将莱特送入监狱。听到大卫法官的话，此时的莱特终于开始慌张了。正是靠着那份和解协议，莱特才能如此轻松地在法庭公然嘲笑乔丹·克里的家人。但是大卫法官的一番决定，却让莱特所依靠的协议成为了一张废纸。大卫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，开始变得焦虑不安起来，慌慌张张地开始辩解起来。这下莱特慌了神了，终于才露出了后悔的表情，表示自己太年轻了。莱特眼睛看向自己的辩护律师，辩护律师表示自己无能为力，向莱特表示道歉。这一幕的反转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最终莱特的审判结果也没有让受害者失望，陪审团判定莱特有期徒刑50年，而且必须要在服刑满25年之后才可以提出假释。也就是说，就算莱特可以出狱，最快也要25年之后。那时的莱特都已经42岁了。当然，跟着莱特的2个小弟也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。至此，这起案件可算是迎来了大结局。你觉得大卫法官的判罚合理吗？像莱特这样的年轻人，还有必要给他们重生的机会吗？欢迎把你的想法放到评论区里探讨。